叶晨快步穿过洞室以及悠长的山洞隧道，山洞的洞口已经跃入眼帘。此刻的山洞外面光线十分强烈，看起来应该是白天，而且温度暖洋洋的，肯定已经不在南极大陆。临近洞口，叶晨忽然想起第一次被戒指传送时的尴尬场景，于是立刻低头看向自己。不过没想到这次与之前不一样，之前那次自己是被常胜博的自爆震碎了一切衣物，所以等自己传送到林婉儿身边的时候，自己完全赤裸。但这次或许是没有经历危险，自己的衣服物品都跟着一起传送了过来。唯一尴尬的是自己跟吴柏林血战之后，浑身衣物被万剑归宗割的全是破损，再加上之前出了很多血，看起来颇为可怖。叶晨心中暗忖，这副模样还是要躲着点人，免得把人吓到。叶晨来到洞口时，发现外面是一片郁郁葱葱的崇山峻岭，正是春季绿意盎然的状态，所以他推测自己肯定身处北半球，而且从温度判断，应该不是热带，也不是北寒带，而是覆盖大部分华夏领土的北温带。基于这些，叶晨判断自己大概率身在华夏，只是暂时还不知道身在华夏的什么地方。他走出洞口，立刻从怀中取出在南极使用的卫星电话，打开软件查看自己此刻的卫星定位。令他惊讶的是，自己现在竟然身处蜀西一个名叫鹤鸣山的地方。叶晨不由喃喃自语，鹤鸣山这地方感觉好像有些耳熟。下一刻他忽然想到，鹤鸣山似乎就是道教的发源地。想到这点，叶晨不由惊叹，看来那座地下城市里的修士继承的应该是道家衣钵，罗盘的正中位置对应的就是道家的发源地，莫非他们最早就是在这里修炼？就在叶晨惊叹之时，他的脑海之中再次出现了一道心法口诀，而且他潜意识里就知道，这道心法口诀是开启这个山洞，以及开启山洞中传送阵的口诀。意识到这山洞需要口诀才能开启，他立刻回身看向自己走出的洞口，这时惊讶地发现，洞口竟然完全消失不见，或者说，这处石壁从外面根本就看不到任何洞口的痕迹。但叶晨却知道，洞口就在那里，唯有口诀才能开启。想来，每一个传送阵的出口都有一个阵法保护，以此来隔绝世人和敌人。叶晨查看了一下卫星导航，发现鹤鸣山距离金陵的直线距离不到1500公里，算是已经距离大本营很近了。若是其他8个传送点没有距离金陵更近的了，那自己就来鹤鸣山想办法买一块地，搭建一个新的基地。如此一来，别的不说，需要修炼时就直接去南极的地下城市，那里灵气极其充沛，修炼速度能快上100倍不止。叶晨心中惊喜无比，原本以为那地下城市身处南极，将来想去一趟可真是不容易。别的不说，即便坐飞机都找不到直达，私人飞机也无法一次跨越这么远的距离。但是现在可不一样了，有了这传送阵，自己不但可以从华夏直接前往南极，甚至还能通过传送阵中转，去往另外8个未知的地方。一念至此，叶晨也无暇熟悉鹤鸣山的环境，立刻在心中默念心法口诀，山洞立刻显现在石壁之上。他也没有任何犹豫，直接进入洞口，回到了那间四四方方的洞室之中。地上的光圈还在缓缓转动，他站在光圈之中默念心法口诀，全身再次被光芒包裹。下一刻，自己又回到了南极那个地下城市的四方宝塔之中，而且依旧站在罗盘中央的光圈之上。叶晨暗自琢磨，这罗盘的中央位置对应鹤鸣山，也就是道家的起源之地。那坎、艮、震、巽、离、坤、兑、乾这8个方位，在罗盘上分别是正北、东北、正东、东南、正南、西南、正西、西北这8个方向，也就是按照将360度以每45度划分为一个方位。那么，按照正常逻辑，这些方位肯定也是基于蜀西鹤鸣山为基准，
所以如果自己选择坎位，那对应的位置肯定在鹤鸣山以北，选择正位便是鹤鸣山以东，只是还不知道以北或者以东究竟会离鹤鸣山有多远。叶晨觉得金陵就在鹤鸣山的东部，那不妨就试一试这正位到底会在鹤鸣山以东的多远。于是他毫不犹豫地迈步来到正位，心中默念正位的心法口诀。下一刻金光闪烁，他在睁开眼时依旧身处一个人工切削出的石室之中。他走出石洞，发现外面依旧是白天，依旧是春季盎然的深山之中，但不同的是，这里的地貌特征与鹤鸣山似乎不太一样，山峰也并非熟悉的风格，更像是火山的感觉。叶晨拿出卫星电话，打开定位之后，才惊讶发现，这里竟然是日本东京西部一个被称为玉月山的地方。玉月山也是日本知名的圣山之一，同时也是日本最著名的宗教圣地。日本著名的神道教剧传就是发源于此。叶晨心中疑惑，那些修士为什么要将其中一个传送阵修建在日本？莫非这里也是他们当年活动的范围？原本他还以为这9个传送阵的传送点应该都在华夏，却没想到正东的阵位就已经到了日本。于是他立刻返回四方宝塔，再次尝试代表东北的艮位。这一次他被传送到了俄国远东的雅库特，回身再试代表正北的坎位，他直接被传送到了北极圈内格陵兰岛北部，代表东南的巽位，传送点在澳大利亚东南部的大分水岭雪山山脉之中，代表正南的离位，传送点在印度尼西亚的塞梅鲁火山山脉之中，代表西南的坤位，传送点在坦桑尼亚的乞力马扎罗山之中，代表正西的对位，传送点在美国加州的内华达山脉之中，代表西北的前位，传送点在法国和意大利交界的阿尔卑斯山脉之中。叶晨在短短半小时的时间内穿越了这个世界几乎所有的大洲。让他感到不可思议的是，末法时代到来前的这些修士竟然已经把足迹踏遍了整个世界，而且即便是来到南极隐居，他们也并没有与这个世界断开联系，而是通过隐匿在各大山脉中的传送阵轻松往返南极与世界各地。而且能费尽心血建立起传送阵，就代表着他们并非偶尔才会踏足这些地方，而是需要在这些地方之间频繁往来。在那个时代，他们到底有什么需求，要频繁在这么多地方中来回穿梭？